比特币达到高点后，接着就是今年最大的跌幅，从最高点的74000一路崩跌到最低的53000。那么今天只有一个问题，会跌到多深？欢迎来到库克实验室，今天要与你分享为什么比特币会崩跌，除此之外会跌多深？是该抄底呢，还是先别接刀？有可能在看到4万美金的比特币吗？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走。目前主要市场有2大利空消息，最主要的是 Mt. Gox 开始还款了。这是一个在2014年被骇客害的交易所，所有的用户也强制当了钻石手一波，目前大约是2万名债权人左右。虽说当时被盗走了大约85万颗比特币，对，真的很多的比特币，但是比特币在过去的10年间涨幅可以说是更多。当时 Mt. Gox 破产清算时，比特币的话结算价格是在1颗314美金，所以虽然剩下要准备发还给大家的是14万颗比特币，看似变少了，但是实际的价格已经涨超过了200倍。除了这个长期未爆弹的隐忧之外呢，如今还有另外一个动荡因素，就是一个远古时期的德国电影盗版网站的版权侵权问题。 Movie2K 在2008年到2013年的网站上分享了超过88万片盗版影音，虽说2013年中的时候网站就已经被关闭了，但是在当时德国政府还缴获了一笔5万颗比特币的款项，也就是说这笔资金其实也是被放置超过10年的远古比特币。而在近期这5万颗比特币也开始蠢蠢欲动，其中5万颗中的4000颗已经被德国政府抛售到市场上，而这些比特币地址都是由 Arkham 链上分析去追踪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深挖，点选影片下方连结去注册就可以使用，可以方便的去追踪德国政府的钱包和资金流向。而这些比特币为什么会受到高度重视呢？最主要就是这么庞大的比特币如果瞬间流入市场的话，可能形成卖压，会让比特币往下跌。到底会跌到哪呢？首先我们就先来讨论 Mt. Gox 的卖压。我们会有卖压，但绝对不是一下子14万颗比特币就直接被抛售到市场上。这些比特币的量体大约是在80亿美金左右，这2万名的债权人可以说是经历10年的等待，有可能一些人都已经忘记他曾经拥有 Mt. Gox 的比特币，或者是在这10年中他已经离世了。可以说实际拿到资金的债权人人数估计会比2万来得少，就算是有拿到比特币的人，也可能因为税务上的因素不会直接卖到市场上，可能转而利用质押借款的方式把资金给借出来。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恐慌会让价格崩跌，但是长期卖压会被市场渐渐给吸收。我们每日比特币的交易量也都是在300到400亿美金的这个水平，所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就能够消化掉这些卖压。再来，德国政府这边卖压会比较明显，因为德国政府的手上比特币都是可流动的比特币，也就是说它随时可以在市场中抛售，也不需要因为避税或者是要让价格更好更优慢慢卖，因为这些比特币都是充公来的，所以德国政府的卖压会比较迫切的需要去关注的。我们可以去查钱包就会发现，德国政府在一些欧美体系合规的交易所上去砸出比特币，而不是大额交易常使用的 OTC。 一来这么庞大的比特币考验到交易所的深度和做事能力，所以在这段期间比特币肯定会起伏不定。而孙哥也在推特上表明说，想要去跟德国政府直接做 OTC 交易来减少这个比特币砸到市场上会影响价格。当然德国官员也有在这样子提案，就是说不要直接去砸到市场的价格，就算最坏的状况出来了，有没有人要接盘？但我们这一轮 BTC 现货 ETF 通过了，如果照每日的流入量来计算的话，最高日单日一入净流入就会有10亿美金，所以基本上一段时间这些卖压还是能够给机构消化掉。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真的崩盘的话，底价大约会落在哪？通常我们会去计算比特币的
关机价格来去看矿工最后的防守线。关机价格的意思就是矿工的机器所产生出来的比特币不足以负担比特币矿机的电费，也就是说开机挖矿倒不如直接买币，不然就是会越挖越亏。那目前关机价格在最新型的机器大约是落在43000到47000之间，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些效能不好的机器都已经提早关机了，导致挖矿的难度下降，成本变低。刚好这一轮机构进来建仓都是在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成本价格大约也是落在43000这个区间，所以呢在这边会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防守线。所以说比特币价格会跌破4万的话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就算有也会急拉回来。那除了利空消息，有没有利多消息呢？还是有的。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ETF 机构之外，也有开始有一些美国的州政府，像是 Wisconsin 开始在养老津贴内增加了比特币的配置，这代表除了机构买入之外，也开始会有政府机关慢慢的对比特币曝险。同时接下来是美国总统大选，川普也表明会考虑把比特币加入政府的储备资产。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的话，很有可能会是下一波比特币的叙事。如今我们可以看到 Polymarket 上的期权预测，上面川普当选买入占比已经来到了 62%， 而总金额这个期权池也来到了 2.3亿美金，反而是拜登的支持率从原本的 50% 一路下滑到 14%。同时也开启了另外一个预测，就是是否民主党会不会进行换人，会换掉的几率也一路攀升到了 62%， 所以有一定的几率川普会当选，会造成一段期望行情的产生。当然啦，大家能够在靠近11月玩一些民营代币，也会有一些不错的浮动。再来另外一个机会是在目前的股票持续创新高，确实在这段时间有很多资金是从币圈抽离到了股票市场。当然如果有在关注行情变化的人，也不难发现在前些日子有一些原本只在讲加密货币的人也开始贴股票的操作，但是行情只要开始转向，资金又会开始移动，这时候资金也有可能回流到币圈。毕竟比特币价格走势和 S&P 的走势已经背离了一大段，也会有非常高的几率会回笼。再来是应该是明年初降息，那么会有更多的资金会慢慢的从银行体系抽出，也会回流到相对风险较高的资产中。所以我们后续不仅仅只有前面所提到的坏消息，同时也会有很多比较宏观的正向消息在一直转动着。今天这些都是我在近期对于比特币的观点，我自己是接到的价格有3个，也就是落在5万、43000、35000。但我自己坚信4万1的防线会不好打破，除非有更多的黑天鹅出现。但是在最大的黑天鹅 Mt. Gox 也慢慢解除了，再加上市场机构的购买力有起来，一旦比特币被承认为储备资产的话，共识价值就会变成有政府在为这个资产后面背书，到时比特币一定会一飞冲天。在过去10年的转变，比特币也从一个虚拟货物慢慢转向为有价资产，不然早期德国财政部长也其实很难接受比特币的观点，如今也开始清算了换钱。对我来说，加密货币还是初期，市值相对比其他资产非常的渺小。而我们看机构的动作就知道，比特币现货 ETF 也是最快达到200亿美金规模的资产。所以我觉得虽然短期比特币会震荡，只要注意好控管你的仓位风险，利多还是大于利空的。那么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比特币跌到多少你才会开始接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对了，这次有试办线下课程，主要是财商和加密货币的初阶课程。如果今天这个影片看得很吃力，很多操作方式不了解的人可以抽空来看看。当然如果你都已经了解了，还是会从中学习到如何打造自己的信用和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务杠杆来加快你的财富累积。那细节呢，我都会放在影片的下方连结。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对你思路有打开，或者是给你一点操作的方向的话，也欢迎与身边的好朋友分享。那么下次见啦，拜拜。